本人苏南薇自愿放弃7位未婚夫，解除婚约，从此互不相干。南薇小姐宣布抛弃7位契约雄夫。抛弃？她也配？定位她。我来自1975年，重生成了星际恶雌九尾狐。据说我有7个未婚夫，可7个都想杀我，其中1个真在婚礼前夜杀了原主，而现在的我只是个被家人卖去配了阴婚的病弱少女。对于南薇小姐的口头退婚不予通过，并且涉嫌违背匹配条约，需要押回法庭审理后再抉择是否重新成婚。这位雌性，救救我！求求你，给我吧！我只是个普通雌性，没有觉醒精神力，不能给你治疗。你放手，你放开我！我不能安抚你，放开！无法安抚吗？可我明明闻到了。宿主，安抚他吧。黑豹的血可是好东西，安抚后再收下他做受夫。如此浓郁香甜的信息素味道，明明是个有精神力的雌性，求您施舍我，就这一次，我愿意奉您为雌主。我也不想的，可是无法违抗本能。只要让我和你发现级别较高的失控兽人，请立刻抓捕！快拿意识剂来！糟了，我不能被抓到！你只是普通雌性？对，是他误会我了，我没有觉醒精神力。我操！宿主快跑！你吼什么？宿主，面前这个人是被你退婚的受夫之一，他叫赫利昂。英族星际法司法审议庭会的执政官，他会抓你回星际法庭重新审判的。什么？你不早说！这位雌性，麻烦您告知一下事情经过，星际法庭会为您做主。您那兽人要跑了。那雄性还在昏迷。哼，又玩这招，抓住他！宿主，您的血脉特殊，成年以后需要吸收能量觉醒精神力，还是收下这些受夫好好攻略，增强你的精神力吧，不然你很快会死的。这也是原主抢7位优秀雄性的原因。再次死去，我不想死啊！收不收都会死，怎么刚刚还让我跑？这不是因为赫利昂很难攻略吗？好感度负500，短期内无法搞定。是他杀的原主吗？抱歉，剧情偏移，这个目前我也无法确认。那怎么办？宿主，装晕试试。系统，这样他们抓我更容易了吧？放心吧，宿主，他们怎么舍得伤害你呢？算了吧，重生的这几天接触下来看，这小面膜不会骗我。执政官，那个雄性是星际联盟战管部指挥官。星际联盟的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就是 SSS 级别雄性的战力，这个战力爆表，一根筋的疯子。把他给我，这里没有你的事。你是什么人？你怀里的那个雌性犯了罪，我需要将他押往星际法庭进行审判。我不管你们外界那套规则，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有我在，你抓不到他。增派人手。另外，告知6个人，南薇小姐找到了，他们若是想要早点脱离她的掌控，就请用尽全力抓捕。利用家族血脉强行签订婚期，此生除了死亡，都只会有这样一个弃主。他居然要退婚，刚才还装作不认识我，向来是看见长相优越的雄性就走不动道，怎么没把那个疯子也顺手收了？他又在耍什么把戏？好冷啊，我这是快死了吗？宿主请睁眼，再不睁眼，魅魔体质就要生效喽。到时候我只能勉为难的辅助你攻略这个雄性了。不行，刚才精神力失控兽化把他吓坏了吧？带他离开，能弥补点愧疚。这副躯体太弱了，一晕就真晕倒了。咦，怎么是他？放开我！别怕，我不会伤害你了。这个雌性怎么如此娇弱？谢谢。您不能出去，外面有人在找您。你刚才为什么要？我叫傅晨，是星际联盟战管部的人，此次出来执行任务，一时失控才会对您无礼，抱歉。果然，宿主仅仅是魅魔体质初级阶段，就已经无人能抗拒您的魅力了。很抱歉，几天不见，看来我们又有新的伙伴了。这次打算怎么做呢？是扒下他的兽皮当做脚垫，还是让他跪在您的面前，长久的跪着服侍您呢？
看见他，我怎么感觉凉飕飕的？我的妻主大人，玩够了吗？该和我回去了。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做。这个人怎么那么像个变态？宿主，这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哥哥，狼族，是家族里的养子。若是遇上其他几个人，或许还有点活路，因为他们也不过才受你折磨几年。但他不一样，他可是从小就在当你的一条狗。这是多大的烂摊子啊！来，和我回家。小子，要知道先来后到。妻主，原来他已经有受夫了吗？那多我一个呢？好高，这是送我回星际法庭吗？宿主，先跟着他吧。他虽然看起来危险，好感度是-100，但是数据显示他好像是兽夫里最好攻略的，或许是有一些奇怪的窍门，需要您自己去摸索。喂，我不要跟你走。怪了，以前不都是叫废物、蠢货的吗？我可爱的妹妹，你是不是忘记了以前说过的话？你说等你成年的时候才会和下贱卑劣的我交好，怎么刚成年就想反悔？我没有觉醒精神力，并不能安抚你。我不在乎你有没有觉醒精神力。你说过，我这样的贱狗，这辈子都只能求你垂怜，就算是动情，也只能由你操控。那么现在，不要！宿主，他好像有点怀疑你了，别被他发现异常，否则会很麻烦。宿主，快抽他！什么？怎么办？好羞耻！就这？宿主不要怕，快上！别忘了，你现在是南薇小姐，可是个响当当的恶雌，快对她做出一些邪恶的事情，让这样软糯糯的可爱宿主当恶雌，好期待呀！宿主，对，你以前也经常拿这个东西敲打他。谁允许你碰我的下贱的东西？滚下去，滚到那边去！你要后悔。你之前说过的，等到了成年后便会与我交好，不是吗？现在成年了。枫叶，贺立阳让你把他带回法庭，你把他带到这里做什么？你就那么急不可耐？这样一个恶毒又讨厌的家伙，你就那么的饥渴？被欺负到哭了。我看我是神经错乱了，应该枫叶被欺负了。关你什么事？滚出去！你疯了？你要和我打架是吗？我奉陪！多好。系统还有别的出口吗？这个疯子是谁啊？我们在137层，窗户肯定不行。莱泽野上将也是你的受夫之一，他战力极高，是唯一靠大量军功在5年内迅速升为上将的雄性。不过，在莱泽野上将刚被授予最高军衔、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底下要强迫他化为巨兔原形，拴着他脖颈，牵着他坐在他的背上，在全星网的直播中，围绕塞拉斯丹星帝国的王宫爬行了一圈。还不停手？是想被我以星际律法强行羁押进牢狱里关几天？清醒清醒脑子吗？咦，宿主，你感受一下，刚才和枫叶离得很近，按道理说你吸收了他的能量了。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感受吧。南薇小姐，请问您是和我一起走，还是让我的士兵铐住然后带你走？我不带，我还是跟你走吧。上辈子死前就是被铐上手脚，活活憋死的，我不要。怎么回事？还是那个恶毒嚣张的南薇小姐吗？把他们铐上，送到你们的那艘飞行舰去。谁敢得罪这2尊大佛？你！看来还是怕我跑。下去。喂，你不是要带他回法庭审判吗？正好带我一起。我竟是和这样的地痞一起长大的。宿主，那个恶魂已经被送走了。你本来就是真正的苏南薇，要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妻主大人，回到第一星域还要一些时间，不如我们像以前一样来玩些刺激的，如何？
这一个两个的都是变态，难缠。该死的贺里奥！该把精力留着对付那个实验室怪胎。这些贵族真是虚伪，用完我就不管我了吗？想被他们拍到你的脸，还是想上今夜的头条新闻？苏南威，你什么时候这么蠢了？逃出来几天，果然改姓了。下贱的玩意儿，凭你也妄想爬我的床？心脏不是在右边吗？你放心，你死不了。从今以后，你都只能是我的贱狗。不对，自从那次之后，莱泽野上将的镜头恐惧症还没好呢。外面这么多记者，他肯定很害怕吧？那还是快让他进来吧。抓住我的手，上来！怎么有点不一样了？扫描结束，宿主目前身体状况很不乐观，你的身体里流淌着特殊的血脉，但现在没有精神力的滋养。如果接下来身体或者情绪依旧很大波动，那么你的寿命只有不到10天了。你做过的那些恶毒的事，我可历历在目。现在又打算使什么恶招来羞辱我？苏南威，装什么死？你说话，起来和我吵架！你怎么了？刚才伤到了吗？你伤到哪里了？流血了吗？这两人又要再搞什么戏吗？又一个恨不得将我剥皮抽筋的人。放开，我没事。好像确实受伤了。算了。站住！站住！刚才我喊开门，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开？诚心想看我出丑是吗？宿主，别动！他抱着你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一股很细微的暖流？何里昂抱我时候也是这感觉。难道这就是你说的精神力？感觉到了吗？我知道了。宿主，只要你和规定的雄性靠近，便可以吸收他们身上的能量。如果是和雄性做疗愈，那吸收的能量还会翻几倍哦。长此以往 ，SSS 顶级也是能到的。我要活，必须活。我看看你是不是死了。你不要太过分。1分钟、2分钟、3分钟，果然这样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就能活。抱着我，从那边。非要找他，我不行吗？你从小是我抱着哄睡的，怎么长大了想要换哥哥了吗？我好困啊！这么温顺，100年难遇啊！困了就睡吧，宿主，这是融合精神力的一个副作用。法庭已经对南薇小姐的行为做出了初步判决，她要退婚，自然也会帮我们削弱契约，我没意见。你们呢？我也没意见。枫叶阁下，你呢？不过你和我们不一样，无论退不退婚，都无法摆脱。我为什么要摆脱他？我虽然也讨厌他，但我的讨厌和你们可不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只欺负我一个？就该将他牢牢留在身边，这样就没人和我共享他了。枫叶阁下，看来你不想退婚。既然如此，我会在法庭上公平公正地进行审理。已经把南薇小姐即将回到法庭的消息传了回去，其他4人也会到场。大概4小时17分钟后，我们会抵达第1星域。快看，那个连精神力都没觉醒的废池出来了！今天几位帝国顶级雄性联名告他，看他还怎么嚣张！绳子，看热闹，这跟1975年把我往坟墓里抬有什么区别？我绝不能再当陪葬品。系统说和这些个高等雄妇挨得近能续命。好，今天这事我界定了。深度接触特定雄性，已成功续命5天。时政官阁下，腿软，求你带我进去。南薇小姐，今天这场判决会实时全网记录。作为案件的匹配雄性之一，按照法律我必须避嫌。等会儿将由新的执政官对你进行罪名审判。在开庭前，你确定不需要去换一身更得体的衣服吗？不需要。相比于形象，我更想尽快结束。以前的事确实是我做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句做错了，
就想把过去一笔勾销吗？苏南威，求爱不成，强行血气匹配契约不说，还砸了我的核心实验舱。你以为今天只是提交了连带形式这么简单？我要你用你九尾狐的血肉来填补我实验室的亏空。做奴隶！1975年我被当成商品卖给死人，如今到了这星际，你这条毒蛇还想把我关进实验室里当标本？跟这种冷血的知识分子哭惨没用，得跟他算另一账。死人做不了实验，文思远阁下，放我自由。九尾狐的血脉天赋，我未来的精神力，无偿供你研究。活着的我，不比一具死跳的标本更有价值。文思远阁下，你的诉求我们收到了，但是很不合理，恕不能满足。牵着我，审判庭会马上开始，跟在我的身边才安全。瞧瞧这一个个的模样，确实俊俏，可却都巴不得将我剥皮拆骨。南伟小姐，鉴于您带有连带诉讼，请您坐在中央被告席。他坐我旁边。知道各位都很忙，所以一会儿有什么诉求就提出来。至于会不会同意，还要看法庭的最终审判。这毕竟关乎到7位顶尖雄性的未来。要是真退婚，只能用抑制剂控制自己的污染质或者发情期了。南薇小姐，你违反了星际匹配条约，造成不好的影响，可知罪。法官，您能说的再清楚一些吗？退婚不是给他们自由吗？有什么罪啊？南薇小姐，你的罪不止退婚，你强迫7位雄性签下欺主契约，你闯过研究院，你让来泽野上将沦为全星网笑柄，你把枫叶当成一条狗驯养，你伤害他们，又在婚礼前夜公开抛弃他们。我只是想给他们自由。对你而言是退婚，对他们而言是断路。很无聊，所以你们到底要做什么？阿德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不愿意退婚吗？为什么是也？某位哥哥可不会放弃他的妹妹的。他为什么好像在发抖？难道在害怕？害怕什么？审判不过是给平民一个交代，作秀而已。死后怎么会放弃他呢？说一句我不认罪又有何妨？既然没有异议，那我代表星际司法审议法宣布以下判决：苏南薇小姐的退婚诉求没有任何依据，已知几位匹配雄性并未做出对不起您的事情，就算您是公爵之女，也无法肆意处置他们的归属。法官，我有事情要说。快看快看，南薇小姐私庭审理被非法公开直播了，7位契约雄夫全部到场，劲爆大场面。立刻追踪源头，关掉直播，立刻关掉！一群废物，再找不出来都得被流放黄星。追踪不到，直播源一锁定就消失，像是有人在全星网调转转播。这是帝国明珠的私庭审理，制作拍摄记录。有心之人想把这场审判推到全星际面前，是谁呢？谁开的直播？回此后，直播源暂时无法追踪。第一星域网络管理局已经失控。科尔大臣，让星际联盟实验室的人赶紧介入，尽快停下这场非法直播。另外，将星际联盟战管部的指挥官请来，我有要事同他商量。遵命。此后，意思是他们有伤害我的事存在，这样就能退婚吗？难道我说有人前几天杀了我，可是我现在又活生生的在这里啊？那看来南薇小姐没有反驳的理由。关于本次受害者的诉求，法庭总结如下：赫里安阁下申请削弱匹配契约，枫叶阁下申请完婚，阿德洛阁下申请赔偿30亿星币并削弱匹配契约。来泽野阁下申请南薇小姐全星网公开道歉，并且将道歉视频循环播放1个月，并削弱匹配契约。阿特斯兰阁下无需求。削弱契约、赔钱、道歉，勉强能接受。可是，麒麟阁下需求驳回，恐怕需要南薇小姐私下和他进行协商。文思远阁下申请南薇小姐做实验室奴隶3年。系统说只有我死，契约才能强制解除。宣判结束。凶手这是想徐徐图之，找时机再杀我，然后彻底解除契约。到底是谁？不行，我要活！我不同意。法官大人，我申请连线帝国的辞后，这关系我的生命安全，请准许。威胁生命安全不容小觑。公爵的血脉里有着这个世界上最隐秘、最重要的秘密。送信去第一星域司法审议庭。现在。报告，法官大人，这里有一份塞拉斯廷新帝国辞后的电子信件。辞后的信来了，那还在这里等什么呢？走吧。
结果已经注定了。喂，难不成还是要包庇他吗？我是聂丽莎·斐利亚。关于南薇小姐的事情，我感到抱歉。她的散漫和无礼，我自会管教。但是婚约匹配涉及到7位雄性的终生和未来，不能任由南薇小姐胡作非为。因此，我作为她的监护人，可以承认的是，婚约作数。南薇小姐，1个月前，您在测量精神力时清退工作人员，随后砸坏机器后出逃，结果至今未知。可雌性成年时都必须进行测试公示，就算您是公爵的女儿，也不能例外。既然您在，那么我将继续完成您未完成的测试。怕你麻烦，所以我已经将测试的仪器拿过来了。算计7个雄性，还算计苏南薇，看来是有备而来。你是在怀疑我们？拜托，做这种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要达成诉求和补偿罢了。南薇小姐，请吧。系统说没有精神力，判决定会偏袒雄性，那到时候我还能退婚吗？好了，您站上去吧。怎么回事？难道他连 F 级精神力都没有？是个废雌？废雌？苏菲亚公爵的女儿竟然是废雌？顾家雌性成年后不是必定 SSA 级吗？他连 F 级精神力都没有，凭什么霸占7个顶级雄性？7个顶级雄性被一个废雌强行契约，这也太可怜了！废雌？苏家的女儿竟然连1道灯都没亮，这直播间彻底爆了！此后，非法直播地址源头查到了，说，定位在第9星域。我知道了，但让他们先停下。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也不能让那孩子平白魔受冤屈。将这份记录复制，是送去第1星域的司法审议庭，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此后请您来。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公爵庄园的管家。副指挥官，劳烦您来一趟，实在是有一件很可疑的事情，需要您的帮助。我怀疑苏菲亚公爵的庄园里可能潜入了虫族士兵。公爵府，机器没有坏，是南薇小姐，她根本没有觉醒精神力。我明明感觉身体内有一股暖流在流动啊！大小姐，你明知自己没有精神力，为什么还要答应测试？就不能像上次一样撒泼耍赖吗？这才是我的气主吗？这个世界是真奇怪，退个婚这么麻烦。南薇小姐好像生气了，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出什么事了？你们都出去吧。执政官，情况很不好，这里早就被非法直播了，全新网的人都在看这场热闹。非法直播，仪器在哪里？还不快点找出来砸碎！好像是在那边。非法直播是什么？看来要好好教他这个时代的东西和规则了，毕竟才来几天，信息太多了。傻人有傻福。咦，收到一封信件。这是什么？一张纸？好像是南薇小姐的出生年月日。哇哦，和我同岁耶！发这个做什么？莫名其妙。不对，你们看，距离南薇小姐成年还有7个月。还没成年，所以刚才测不出精神力，并不是他没有精神力。此后那么偏爱他，这场乌龙真的只是巧合吗？怎么了？好饿，上次食物被那个家伙打飞后就没吃过东西了。宿主，再坚持一下，你那个世界大白米饭管够。饿死了，不逃了，我要活，我要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啊，找到了！这场审判耗时太长，现下还是由我来对该案件进行审判决议。我必定。此后，南薇小姐，你还要和此后进行对话吗？要。南薇，这件事你确实做错了，签订了契约便要遵守。九尾狐族的契约复杂沉重，这也是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念在你年纪还小，此事我不会继续追究。此次司庭审议结束后，你需立刻启程返回第2星域。婚约继续，至于婚礼可以暂缓。我认为你与他们之间还缺少真正的相处与理解。正式婚礼之前，
你要和他们相处，好好培养感情。我知道了，不管什么婚约了，也由不得我。今日审议到此为止，直播之事彻查，测试之事彻查。迪兰小姐暂时羁押，等待审问。任何人暂时不得私下接触南薇。是。此后怎么了？没事。别怕，回家吧。暂停。还看？南薇小姐，皇宫的人已经到了。南薇小姐，我们奉慈后之命，接您返回第二星域。这就是公爵之女的待遇吗？好像还不错。怎么不等等我？不想和我一起回家吗？你也回去？不然呢？走吧，大小姐。回家。回家？可我在这个世界真的有家吗？怎么不问我那几个人怎样了？刚才不是还挺会瞪我？苏南薇，枫叶大人，南薇小姐似乎睡着了。最近安静的过分了，以前的她不会这样，她会发脾气，折磨我，会把所有人折腾得不得安宁。腕表，新的腕表已经准备好了。重度饥饿，他居然饿晕过去了。恶毒嚣张又怎样？离开公爵府和仆人，什么都不是。管家，去拿营养剂来。我想要睡觉。你到底是不是苏南薇？你怎么突然这么问？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饿了都不知道说的傻子？枫叶阁下，怎么能这样和小姐说话？她会生气的。要你管？是吗？可刚才数据显示你已经饿晕过去了。什么数据？这是按照小姐当前体能状态临时调整的餐食。味道真好。不对，苏南薇的吃香不是这样吧？张嘴。怎么了？以前不是都要哥哥喂的吗？现在反倒不要了？不行，不能露出破绽。很奇怪呢，这样才对。这就是皇宫。小姐，等会儿见到慈后要乖一些。为什么？慈后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您私自逃离第二星域，又闹到司法审议厅，还差点被全星际误会成废瓷。他担心您也一定会训斥您。慈后生气了，可他刚刚还说让我回家。管家，你说慈后会训他，慈后那么心疼他，就算他以前做过再过分的事，不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哪里舍得真罚他？枫叶阁下，话不能这样说。琼信不管立过多少功，在高阶雌性面前依旧没有选择权，一旦结气，连生杀自由都交了出去。只要有精神力，他们做错什么都能被原谅。此后这次还有别的原因，别的原因，到时候您就知道了。现在知道怕了？我才不怕！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苏南薇。走吧，大小姐，该去挨训了。闭嘴！枫叶阁下，此后只见南薇小姐。那你自己进去吧，大小姐，记得好好认错。要你管，我亲爱的哥哥。此后知道低头了，服装也变了，看来这次是真的受了教训。抬头，南薇，你知道自己这一次错在何处吗？你是帝国承认的下一任公爵。
你血脉里继承的不只是身份，还有责任。此后，您说的对。可你肆意妄为，完全没有贵族雌性该有的气魄。你可以不爱他们，但你不能践踏他们。那7个雄性是你抢来的，个个也都是帝国各领域最顶尖的雄性，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要退婚？因为我之前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我怕他们报复我。等你精神力觉醒后还怕什么？不过既然做错了，就更不该逃避。能力越大，责任越重。无论雌性还是雄性，若人人都只想着逃避，帝国早就挡不住虫族了。我知道了。我今后不想再看到你像从前那样胡闹。苏南威，怎么瘦成这样？接下来就回公爵府的庄园，和他们好好相处。啊，他们来了！你的那7位未婚夫，明天开始我会请他们搬进公爵庄园。7个受夫，这不是回家，这是进狼窝吧？南威，我再说一次，今后不许再跑，也不准提退婚。下去吧。是。宿主，振作一点，7个未婚夫一起搬进庄园，这可是提升实力的绝佳机会。闭嘴！别这样嘛，贴贴美男就能变强，这是多少任务者付费都体验不到的福利。这哪里是福利？别忘了，7个月后他们还会测试你的精神力，你必须尽快变强。也对。你是那天那个雌性？是他。原来2位认识。小姐，这位是傅晨指挥官，此后特意请来的贵客。公爵庄园最近需要做一场安全检查，接下来一段时间，傅晨指挥官也会随小姐一起回庄园。一起回去？是。 7个未婚夫还不够，现在连他也要去。哇哦，宿主，傅晨的战力级别很高，他身上的气息也很特殊。你闭嘴！拿下他，你提升实力会更快。哼，我说是谁？副指挥官还真是有本事，居然追到皇宫里来了。要不干脆让南薇小姐把你也收了，这样住在一起更方便。枫叶。 枫叶阁下误会了，此后请傅晨指挥官来是有隐秘任务，不过他确实要随小姐一起回庄园，是吗？我要回家，我累了。傅指挥官，我劝你别对他太好奇。为什么？因为等你见识过他真正的样子，你会后悔靠近他。这个世界好美啊！一只毛鱼逃亡都没来得及欣赏。 原来白天的庄园这么美，上次逃离这里的时候，还是那天夜晚。爸妈，你们居然卖我配音，或者是封建迷信！春和呀，本以为供你读书能借上你力，可你偏偏得了绝症，你别怪爸妈。你弟弟要娶媳妇儿，你半死不活的还能有点用？你的八字好啊，人家可给了高价钱，你就安心上路吧。我以后不吃药了，我。血，这是哪里？我为什么还活着？宿主，谁？冷静，我是魅魔系统，是总系统派我来帮你活下去的。魔，妖魔鬼怪都是要被打倒的。宿主，你现在最该怕的不是我，而是刚刚杀死这具身体的人。由于系统分配灵魂出错，导致你流落到那个世界。 身体被恶魂占据，这个世界只有兽人、雌性为尊，这是你的信息。7个未婚夫是，原主强行与7位雄性签订血契。血契，在你们世界就是必须结婚的意思。是他们要杀我？这个目前我也不确定，我也是临时派来的。总之，今晚原神刚刚死亡了。 而真正的你活了，我才刚活过来，我不想再死一次。宿主，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死亡现场。你现在没有精神力，身体也很弱，留在这里很危险。小姐，要吃些什么？或者先安排沐浴，
这段时间您累坏了吧？先沐浴，然后吃些东西就可以休息了。那个管家先生有劳了。小姐果然长大了，能有礼待人了呢。这次怎么不叫我？你不是说过，只要在家，我必须随时随地贴身伺候你吗？洗澡也要人伺候，原来的苏南威到底都做过什么？这次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可是我改主意了，你之前说过，成年之后会第一个先安抚我，还有7个月。不可能，那是你和慈后的计谋。不过没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好吗？以前是怎么样的？不行，我要他的精神力，可我根本不知道以前的苏南威是怎么对他的。记住，大人。母亲大人解你进公爵府，就是让你这样守护我的。狼一生可只忠于一个旗主，这还不是守护？那就跪下，求我。怎么？还是狼族永不为奴？你知道就好。训了这么多年，你早就是我苏南威的。很好，亲爱的哥哥，狼不是最会忍耐了吗？我倒想看看你是狼还是狗。大小姐，这可是你自己找我的。清醒了，下贱的，凭你也妄想爬我的床？不过看你这么有趣，成年后我会第一个和你交好。第一个？从今以后，你都只能是我的贱狗，就算是动情，也只能由我操控。你说好的第一个，最好别让我等太久。看着我，别停下。别急，又不乖了。不是说好了，时机到了，第一个，就算是动情，也只能由我操控。我喊停，你就得像现在这样温顺如狗。我今天累了，没兴致。怎么回事？明明下一次是在半个月之后，怎么突然提前了？刚才吓到他了吧？完了，我房间在哪儿呢？系统，抱歉，苏小姐，并非有意闯入您的房间，只是在查探庄园的安全。没关系，副指挥官，你照常检查就好。南薇小姐，您这是？糟糕，忘记穿鞋子了。您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您看起来……没事，副指挥官费心了，您继续。咦，大片的血迹没了，凌乱的床铺呢？到底是谁清理了现场？要是有人来过，那管家一定有所察觉啊。难道管家也被收买了？这到底是场什么阴谋啊？宿主，放心吧，这里是安全的，我的机器人检查过了。这些天也是多亏你了。宿主，可惜无法查探原身之前的世界主线，我也只能提取星网公开的有关信息。祝您用餐愉快，营养配比已根据您的身体状况进行优化。宿主一定饿了吧？你还是懂我的，不过得好好计划怎么攻略那群兽夫了。有了。你怎么了？他是我的，这是我的地盘，滚出我的领地！发情期失控，精神力暴走，兽化压制不住。枫叶，收起你的獠牙。抑制器在哪儿？或者我去叫南薇小姐。得赶快消耗她的力量，控制住她，再打阴石剂，尽快送去治疗。去拿阴石剂来，还不赶快去把给少爷备用的阴石剂拿来！少爷是黑狼战力双 S 级，幸好有战力3 S 级的副指挥官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阴分镜拿来了，拿过来。好了，接下来就是说服慈后。南薇，慈后，人人都有着自己的工作，都在为星际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身为贵族，更该以身作则，所以我想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然后再和兽夫们一一培养感情。太好了，南薇，你的母亲之前还说你任性，还说你担心你，现在看来她可以放心了。南薇，我当然支持你。谢谢您伺候，但我希望能解除我的禁足，我好去看看什么工作适合我。解除可以，不过记得我说的话。我能做什么工作呢？寿命天数不多了，还得是和兽夫们有关联的。先选谁呢？赫里昂好感度-500，枫叶-100。枫叶，不，他脑子有点不正常。7个未婚夫，其中一个还可能杀过原主，不过接触下来看，第一个排除枫叶。到底是谁？谁？南薇小姐，是我。你怎么受伤了？枫叶差点完全兽化，他失控前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南薇小姐，您到底对枫叶做了什么？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好吗？原来他那个时候已经快失控了。要是我没跑，那现在我什么都没做。他现在怎么样了？已经注射了意识器，暂时控制住了。副指挥官，能带我去看看他吗？好，跟我来。原主为什么让枫叶住这种陈旧破烂的地方？南薇小姐为什么让公爵府养子住这种地方？她真的如传闻那样？大哥，你好些了吗？为什么会突然兽化？不是因为你吗，大小姐？我可什么都没做，明明是你先对我无礼的。小姐，可丽拉小姐求见。可丽拉是你的好朋友，她也是位贵族小姐，你们经常一起出去寻欢作乐。不许拒绝我哦，南薇，你上次怎么一声不吭就跑了？消失了这么长时间，这过程一定很刺激吧？快过来，我们今夜出去玩。既然是可莉亚的邀请，那你就带上我一起去吧。这两个混世毛王又要去寻欢作乐，别又像上次一样强7个麒麟和我分宠。你没事了？今夜其实不太想和可莉亚出去玩。别矫情了，在我面前还演。等到半夜的时候，又要悄悄溜出去吧。好吧，你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那就跟着我吧。副指挥官，劳烦您今夜留在庄园，好好的完成你的任务哦。喂，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普通？这可不像是苏南薇啊！糟了，忘记换衣服了。不过没关系，等我们到了那儿，让侍从给你拿一身新的就行。出去玩还要带兽夫，我家里20多个都没带，去玩新的呗。星耀那里来了很多骄族的雄性，长相都可漂亮了。最重要的是，你懂的。27个，这个世界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啊！可莉亚小姐，南薇小姐，请这边走。抱的就是这么好看的雄性，忍住，别露怯。又不是南薇小姐，怎么回事？怎么不理我？她今天穿的是什么？看起来怎么那么奇怪？你懂什么？一定是最新的时尚品，我明天也要这样穿。上次的事情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的没觉醒精神力呢，原来是还没到年龄。那可不，都在传我是个没精神力的废雌呢。你是九尾狐血脉，不可能。如果真的是个废雌，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倒是不至于吧？你知道的，没有精神力的废雌，地位和没有战斗力的雄性一样低，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生育，但生下来的崽也有很大可能没有精神力，贵族也照样低到尘埃里，那样的差距我是不会忍受的。原来精神力这么重要，真是羡慕你啊！怎么样，麒麟的滋味不错吧？滋味还不错，上次的药很不错哦，我也打算试一试，只不过到现在还没找到合意的雄性呢。药？难道是原主给麒麟下药，然后就那样？带着南薇小姐去换衣服吧，我在外面等你。今晚叫了10个漂亮的雄性，我们要玩得尽兴哦。南薇小姐，请随我来。南薇小姐，这是您的专属换衣间。不许把我关在外面。那我怎么换衣服啊？果然，做坏事从来不会愧疚后悔，还是和没事人一样。我这次没惹你吧？你又要发什么疯？做什么？滚出去！我要换衣服。奇怪，这次看到他生气，心里居然没有以前那种厌恶。上次你从试衣间偷跑出去后，我在外面傻傻的等了你4个小时，那些雌性和雄性把我当傻子一样耻笑，结果你呢，正在麒麟的温柔乡里吧？你冤枉人也得有个限度吧？这里怎么能……好，很好，原主，请你适可而止，我会贴身守护你。你的母亲临终之前嘱咐过我，所以哪怕你再怎么讨厌我、厌恶我，我也不会在意。就算你嫌我烦，用计把我调去了前线，我也活着回来了。我告诉你，
要死我也要和你一起死。我之前不是故意的，也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胡作非为，也不会再让母亲还有慈后担心。这么高高在上的人，那你转过身去，我换衣服。也会愧疚吗？我要出去了，你可以跟着我，但和我保持5米的距离。哼。哎，麒麟，他怎么在这儿？不看他，不听不对视，走过去就好。又来，又要耍什么新花样？都已经和他结契了，名声地位一切都没了，他竟然敢当作没看见我！站住！先生，你是在叫我吗？才多久没见，你就不认识我了吗？明明知道我会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愚蠢的行为？味道？什么味道？是信息素，宿主，每个雌性都有各自独特的信息素哦。你既然这么讨厌我，那你叫住我干什么？我明明已经走过去了。对啊，我其实也可以完全无视的。我这是怎么了？麒麟，他刚才并没有在找你，你却主动去勾引他，怎么？上一次温香软玉在怀的滋味就这么难忘吗？既然这么喜欢他，那你就看好他。这可是获取能量的好机会。哼，靠着这张脸也能这样得意，既然不想见到南薇小姐，你怎么不回你的焦族？放下来！枫叶这疯子的胆子似乎变大了许多，敢这么对苏南薇，回去又是一顿折磨吧。不过他就是个受虐狂。声音真的像能安抚灵魂一样。鲛人族天灵会唱歌，可他不一样，他是独一无二的，我太崇拜他了。这人叫什么？麒麟，最近最红的鲛人明星，长得漂亮，声音更漂亮，而且鲛人的妖，你懂的。确实漂亮，不过他貌似很享受被人追捧的感觉呢。你看上他啦？我要他坠落神滩，臣服我一个人。麒麟可不好拿下，他洁身自好，身边从不留雌性，而且鲛人族最看重自愿归属，他未必愿意。愿不愿意很重要吗？他越不愿意，才越有意思。糟糕，躁动提前了，谁给我下药了？抑制剂，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麒麟，你长得真好看，好东西是要藏起来观赏的。你做我的受夫吧。你谁呀？有病吧？我，你未来的妻主啊。这该死的信息素根本无法抑制，你滚开，别碰我！你做了什么？好了，你已经和我结契了，你今后只能是我的。从此之后，你除了当我的受夫，不会再有雌性会接纳你。对了，我叫苏南薇。苏南薇，你真恶心！真是麻烦，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管得这么宽，迟早要宰了你。恶心，绝不让你得逞。他来过。这种人就不配活在世上，怎么不去死？此后有令，南薇小姐的未婚夫暂时不用搬去庄园。接下来的日子，南薇小姐会亲自挑选受夫，在暗序到受夫所在地同居，培养感情。麒麟阁下收。枫叶，你放下来！你放下来！那个雄性是谁？长得好帅啊！可惜已经有客人包了。完了，他们不会把枫叶当成星耀的服务雄性了吧？等一下，又怎么了？我不想回庄园。不回庄园？那你想去哪儿？继续回去找麒麟，重温上次被我打搅的旧梦，
还是去找下一个漂亮雄性？你脑子里到底都装了什么？我装了什么？不都拜大小姐所赐吗？要不我带你去找更漂亮的？果然，你还真是……烦不烦啊？我说了我想去逛逛，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自己去。上来。你说什么？不是想逛吗？我带你去。看来枫叶喜欢对他凶的人。哼。坐稳。选去你常去的地方。对，去我常去的地方。抓捕星际要犯，连杂人等自行避开，死伤负负责。枫叶，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别动，站我身后。那是枪吧？这速度比枪还快。在后面追捕的那几个是星际联盟的人。好强！这里怎么有他的味道？哟，是一只香甜的小狐狸呢。不许你碰它！把它给我。做梦，你找死！枫叶，除了那几个战力爆表的变态之外，很久没有人能伤我了。除了苏南威。枫叶，看我做什么？还不赶紧把这个丑八怪给本小姐抓起来！他刚刚居然在担心我。不过这副凶巴巴的假模样还挺可爱，真想狠狠欺负他，真是碍眼。这两人有点意思。这人是谁？战斗力高的同时居然还有些异能，可只见过莱泽也使用过异能，难道……真是难缠，早该走的。可这股熟悉的味道实在是……这眼神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上啊，宿主快上！这个也可以刷好感度的，好强！我已经感受到他的压迫感了。他也是能攻略的对象？难道他是原主的未婚夫之一？他在伪装？或者不会还有什么桃花债吧？万一他就是那个凶手怎么办？我怎么会害你呢？你要做什么？我警告你，你要是伤害我，你的下场会很惨的。哦，那我想试试。你敢？你身上确实有他的味道。什么？有谁的味道？放开南薇小姐！小心，不要伤害到南薇小姐。烦人！小心！他好像比枫叶要强很多。这个变态雄性比想象中难缠。追捕失败，逃犯已经前往主城区，请求支援。紧急插播一条星际通告，广大市民请注意，现确认一名至高危险级别逃犯自灵放舱中非法逃脱，当前已锁定其活动区域，相关空域与街区即刻进入管制状态。所有非战斗人员如发现可疑踪迹，第一时间联系联盟战管部，联系方式为星际联盟超距离锁定位置成功。锁定目标区域警员区，其余地方立刻解除警戒。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我不认识你，你是不是找错人了？不许跑！系统，你再不想办法，我真的要死了。不会的，他对你没有杀意。还真是巧，他是什么人？现在看来，只要跟着你就能找到他了。跟着我？别怕，我可没说要杀你哦。不过你的小尾巴很烦，他是你的受夫吗？难道他也是你的受夫？你找死！啊，这个小尾巴是追得最快的。总说他，难道是说莱泽也吗？难不成你有很多个受夫？他居然愿意和那么多雄性共同享有一个雌性？我以为就这一个已经够多了。松手！你是来多管闲事的吗？还是说你是星际联盟派来的？他是我妻主。他不是可爱的兔子吗？
怎么这么巧？哦，可你看起来不像他的受夫，这与你无关。呀！没有。别着急，我对他不感兴趣。这么厉害，我觉醒精神力后是不是也很厉害？啊，真可惜。他到了，小雌性，记住我。还有，希望你下次能认出我哦。拜拜。南娃小姐，有没有受伤？紧急军情，第9星域遭遇虫族突袭，前线一支探索部队遭到重创，请求战斗指挥官暂停执行其他任务，与高阶战力立即进行支援。第9星域，第9星域，我得走，我也收到通知了。南薇小姐，枫叶先送您回庄园，暂时不要乱跑了。喂，你送她回去，要再出什么意外，你就可以自裁了。没保护好她，真是没用。枫叶，我可以自己走的。闭嘴！难道因为打不过那个人，所以枫叶生气了？我检查，抬手。我真的没受伤，我自己看过了，不用了。万一那个人给你身上放点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放什么东西？一些能让人变异的药水，又或者是微型炸弹，你自己能检查出来吗？这大小姐那么惜命，说这些肯定能吓到她。血，枫叶，你怎么了？小伤。那么多血，你不要命了吗？别乱跑，你先坐好。你不让我跑，那你自己处理啊！血流多了会死的。枫叶，对不起。我追上去的时候，我以为我能把你抢回来，我以为我能。你看，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他们，天赋这么差，怎么能让苏菲亚大人另眼相看呢？莱泽也能和他打个平手，傅晨或许也能，他们都能护住你，只有我连你站在我面前都护不住。不是的，所以你才想去找别的雄性，对吗？一直以来，你觉得我碍眼，上个月还把我调去部队离你远远的。不过，他们看起来确实比我更适合做你的首富。这是遭受打击了，该不会自暴自弃吧？以前在家里，我也是被嫌弃的那一个。枫叶，你别乱想，我没有把你当多余。无法解除契约，那就活出自己吧。你的伤很严重，快去包扎吧。我没事，只是有些累了，想睡觉。我知道了。这里怎么有一箱子刑具，还有药物？难道枫叶怎么那么轻车熟路？看样子他这是经常在这间屋子被虐待，事后还要自己包扎，难怪那间屋子不像能住人的屋子。难道枫叶平常都住这屋？你晚上睡在隔壁的客房吧，受了伤就不要跑那么远了。那个戴着面具的雄性临走前说他来了，难道指的就是傅晨？他和傅晨认识？南薇小姐，您好。此后听说您在此之前遇到了危险，他很担心您。此后殿下认为您需要更强大的雄性护卫在侧，尤其是在您外出出席公开场合或遭遇突发事件时，必须确保第一时间有人能保护您。因此，此后殿下建议您尽快与您的几位受夫共同居住，分居只会让您的防护出现空隙，也会给有心人可乘之机。宿主，你的生命值不足5天了。什么？你说什么？5天？剩余时间预估4天23小时。为什么突然少了2天？你也太不靠谱了吧！宿主冤枉啊！精神力与血液循环存在联动，情绪激动会加速血流，加快代谢，导致精神力消耗速度陡增。宿主，总之你体内的精神力真的不多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也很抱歉。不过接下来你得赶快攻略他们啊！虽然都讨厌我，不过七皇子对我好感度最高，第一个受夫就去找阿斯特兰吧，明早就去。从最简单的开始，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我就成功一大半了。之前苏南威都是让我化为黑狼，趴在那块地毯上，等他睡着才能变回人形。后院那间破屋，那是10几年前他看我烦，赏给我的狗窝。
长大后基本没怎么住。别的雄性的伤是战场留下的，那是荣誉的象征。我这些是苏南威的专属印记，是侮辱。所以苏南威可能已经不是之前那个苏南威了。不过现在的他只能是我的。晚安，我的大小姐。南薇小姐，您醒了吗？为您梳洗更衣的时间到了。进来吧。怎么这么多人？小姐今天要远行，艾瑟里昂帝国注重礼仪，我们为您准备了适合的妆发，请小姐挑选裙子。就这条吧。南薇小姐，帝国方面已经确认行程，通行印记与对接人员已安排妥当。另外，慈后那边也托我转达。怎么了？此后有什么需要嘱咐我的吗？此次会面务必谨慎。阿斯特兰殿下身份特殊，一定要对他有礼，切勿再戏弄他了。这是警告和劝说，原主又对那位七皇子做了什么？我知道了。我和你一起去。去吧，反正这段时间早就习惯他的存在了。走吗？走吧。枫叶，莱泽也和傅晨怎么样了？他们去第9星域不会有危险吧？不会。你怎么这么确定？如果在第9星域那样的地方他们都会受伤，那他们根本就活不到现在。不过他们如果去得太晚，会让那里还活着的队员被虫族渗透，就很麻烦。渗透？虫族不是只靠数量，他们会寄生，会污染。一旦污染值升高，就需要用抑制剂降低，或者让雌性用精神力安抚，才能避免失智受化。在战场上受化的雄性必须要当场击杀，不能带回安全的星域，因为会有虫族的寄生体藏在身体里，带回来后潜伏在星际社会中是很危险的行为。那第9星域现在到底是什么样？连这个都不知道，不行，要是哪天在那6人面前问出这种问题，那不就暴露身份了吗？他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苏南威了。自从几十年前虫族靠突袭拿下第8、第9星域后，那里便成为一片死地。你的母亲也是死在那场战役中，那里是兽人禁区，只是偶尔有联盟的探查舰在那探查虫族的动向。完了，你看你，学院上课的时候不好听，看看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现在后悔了吗？我得赶紧恶补各种星际知识，要是被人怀疑身份就完了。哼，小家伙学得还挺认真。在看什么？礼仪？管他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他们帝国怎么这么多规矩？南薇小姐，这个地方最注重礼仪和规矩，这可是你的天敌。呵呵。南薇小姐，欢迎您抵达艾瑟利安皇宫。辛苦您，请随我来。南薇小姐，欢迎您抵达艾瑟利安皇宫。辛苦您，请随我来。欢迎帝国南薇小姐光临艾瑟里安。南薇，见过慈后殿下。南薇小姐不必多礼，你亲自远道而来，想必是为了阿斯特兰。是，我想见见七殿下。如果殿下愿意，我也想接他回塞莱斯廷帝国。南薇小姐，阿斯特兰不能跟你回去。南薇小姐，七殿下并非不愿见你，只是殿下目前仍在皇家学院修习，今日课程尚未结束。他还在上学？是。南薇小姐，七殿下虽然即将成年，但皇室课程还未全部结课。按照艾瑟利安帝国皇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结学前擅自离开帝国。婚期也还没有正式定下，此时让他跟随你返回塞洛斯汀，与理不合。请南薇小姐宽恕一些时间，等阿斯特兰完成全部学业，婚期确定后，我定会亲自将她送到你的身边。完了，连面都没见到，第一个就失败了。宿主，阿斯特兰可是目前最好攻略的兽夫，
连面都没有见到就回去，好可惜。我明白了，殿下的学业要紧，我不会强行带他离开。劳烦辞后转告阿斯特兰，我今日来过，等他完成学业，我会再来见他。辞后殿下，我先告辞了。南薇小姐慢走。南薇小姐竟然就这样离开了，不像她的处事风格啊！看来她知道尊重阿斯特兰的安排，倒不像是强迫和羞辱殿下的那个人了。确实比传闻中懂事许多。去告知七皇子，让他自己做决定。哟，一副丧气啊！见到人了？没有，他正在上学，没见到。此后也不让我接他回去。意料之中，那就回去吧。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找第一个受父，结果连他的面都没有见到。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来泽也还在第9星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做什么？枫叶虽然这2天安分了一些，也一直保护我，可好感怎么还是负100？而且第一次见面就凶得像是要把我吃了。不行，如果主动攻略他，不得把我拆吃入骨啊！你又在心里说我什么？没什么。那就只剩下阿德洛阁下了，全星际商业首富，可这让我怎么接近？皇子殿下，应该回去了。南薇小姐，这是要走了吗？是，此后已经与她谈过您的去留。母后说了什么？此后希望您先完成学业，等婚期确定后再前往塞拉斯汀帝国。她没有坚持要见我吗？没有，南薇小姐十分有礼，也没有要求此后为她破例。她就这样走了？是。长得不错，那么干净纯洁，这样的尤物就该属于我。九尾狐族的结契方式有些特殊，你忍忍。以前她从来不在意我愿不愿意，如今却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坚持了吗？阿斯特兰好感度减1分。怎么了？阿斯特兰好感度降低了1分。我连人都没有见到，他怎么会突然扣我1分？除非他就在附近。原来你在这里。我不是故意偷看的。我知道，你刚刚在这里看着我走。我以为你不想见我。原来是对我失望了。我从另一个帝国跑到这里，就是为了见你。既然见到了，就别再躲了呗。南薇小姐，既然小殿下已经下学，不如留下同殿下一起用晚膳，也可以让小殿下带您参观皇宫。好，那就麻烦齐殿下了。跟我来。带路。我是你的妻主，想看就看，别不好意思。我没有。刚才你一路可看了我3次哦。这么紧张？我有一件事想问你。没事，你问吧。那天在宫宴上，你强行和我结契。又一个强行结契的。你说我长得好看、干净、稀有，就该属于你，难道只是把我当做随意摆弄的玩具吗？阿斯特兰心性纯净，与你的精神力契合度极高，拿出你的诚意。宿主，机会来了，快拿下他！你不是玩具，那天强行与你结契，是我做错了。不过你确实很好看。但我今天来找你，不只是为了道歉。那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喜欢你，真心的。喜欢我？你喜欢我？不然我为什么从塞莱斯廷跑到这里？宿主，时间不多了，快！不用你催。阿斯特兰，看着我。我的妻主，她亲我了。阿斯特兰，看着我。哪位小姐，你要做？我的妻主，
他主动亲我了。阿斯特兰好感加100，恭喜宿主，肌肤香贴，情绪波动显著上升，共鸣效率提升，寿命值疯狂增加5天。不愧是9色鹿，它的能量非常精纯温和。果然，主动才有收获。玩够了吗？莱泽也传来了消息，让你速速回到第2星域，他们需要调查一些与你相关的事情。他到底说了什么？要我回去做什么调查？联盟那边没给我原文，只说让你回去配合。没给原文？那你怎么确定是莱泽也传来的？我只是转述。那会不会有危险？他们在第9星域，怎么还牵扯到我？是不是昨晚那件事？应该和那晚的面具人有关。阿斯特兰，我得先回去了。你还会回来吗？会，等我，我不会骗你。那你路上小心。他答应我了，他会回来的。枫叶，你干什么？你问我干什么？又来了，是精神力在涨吗？你刚才亲他，甚至说喜欢他，怎么回来变脸这么快？还是说你刚刚就是在哄骗那个傻子，对不对？没有，我没有骗他。枫叶，你先放开。为什么是他？我不可以吗？这人疯狂的有点吓人了，可我怎么不抵触他，甚至还有点渴望他。宿主，你有魅魔体质，尽情的进食吧。满级体质后，你就得感谢我了。我刚刚只是想要一个吻而已，怎么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枫叶，你冷静，你刚才跟我说的事情不会是骗我的吧？当然不是。这次亲密接触为宿主提升了1天的寿命哦。为什么才1天？刚才阿斯特兰那里不是5天吗？因为不是宿主你主动的哦。虽然我不抵触枫叶，可他刚刚那个气势差点儿。最起码他不会因为我的逾矩抽我了。第9星域疑似发现与南维小姐有关的东西，请务必让她待在第2星域内，如果有条件，让她前往第1星域，那里更加安全。究竟是发现了什么？事情有这么严重吗？第1星域，这下可以顺道去攻略阿德洛了。报告指挥官，经过查探，确认是南薇小姐的腕表。南薇小姐的腕表怎么会出现在被虫族腐蚀的区域？血迹呢？腕表外壳与内侧残留血痕，已完成快速化验，血液 DNA 匹配结果显示，同样属于南薇小姐。按照常理推断，苏南薇早已经遇难，可是昨晚她却好端端的活着。腕表那么重要的东西，丢失后她也没上报，一定另有隐情。上将大人呢？上将大人已经带着小队追击出去，都是些普通的虫族，不成问题。继续封锁现场，所有痕迹一丝不漏的进行采集。报告指挥官大人，关于遇难小队此次行动的司法授权与任务背景，需要向您补充说明。说。我们是收到星际司法审议庭的申请，由星际联盟派出的探查队，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查上次非法直播的信号源头。南薇小姐的那次非法直播？是。那次直播属于严重违法的跨星域传播，牵涉到高位雌性的隐私，还有警戒安全。此后要求锁定源头，查明幕后的人。根据联盟技术部复盘，信号最初的发出点就是这个地方。又是和南薇小姐有关。此地很危险，1小时后全员必须撤离此处。涉及虫族未知的阴谋，将南薇小姐列为最高级别保护对象。傅晨暂时卸下战管部指挥官职责，专职保护南薇小姐。任务失败，需要重新执行，找准机会将目标即刻灭杀。好，这次由我去。阿德洛对我是负100的好感度，算得上是厌恶吧？怎么攻略他呢？不过终于将阿斯特兰的好感值拉到了正轨上，现在他的好感度有60，我走了之后又偷偷的涨了10个点呢。今晚和我住吧。不要，就你这大黑狼，还当我看不出来你想干嘛？我倒是有个建议。说。你可以住阿德洛的家里。阿德洛那种人的生活豪华到你难以想象。他家在第1星域核心区顶层浮空宅邸，落地窗能俯瞰半个城市，私属花园，恒温泳池，应有尽有。或者文思远的家也行，反正都是你的未来寿夫，无所谓。住谁家不都一样？哦，
如果枫叶阁下愿意我去找他们的话，那我今晚一定去。别废话了，你去帮我订一个酒店吧，要2间房。你怎么在我房里？不是订了2间吗？是啊。那你为什么不去？哦，那间房是我的吗？你别转移话题，明明订了2间。订了2间。另一间当然是你的屋子。另一间是备用。什么备用？备用你闹脾气把我赶出去的时候，我还能有地方待着，免得你又说我不讲规矩。你现在就很不讲规矩。规矩？微微，你是不是忘了？忘什么？从小到大，我都必须和你睡在同一个屋子里。你小时候怕黑，非要我把尾巴给你抱着。自那以后，我晚上都是和你睡在一起的。看那样子是真的。那是以前。所以你现在不怕黑了？怕黑又是什么鬼？我当然不怕。那你为什么会忘记？很奇怪啊，微微，你怎么会忘记我们睡一间屋子这件事？当然，拜托，我根本不是他，好吗？其实枫叶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他太难控制，那样的话我会很惨的。我哪有忘记？哎呀，宿主，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啦，他是你受夫啊。确实有点道理。是啊，但我现在不需要你了。是吗？不需要我了。有道理，不过得再加把火。没忘，只是我现在不需要你了。是吗？不需要我了。这是真刺激到了，再改变策略试试。枫叶。该死，明明他什么都没做，我怎么感觉他在主动撩我？我已经努力克制了。今晚我还是想抱着你的尾巴睡觉。以前那恶雌也说过要抱着我的尾巴睡觉，可他想的是把它割下来当成玩具。可现在的他不一样，他怕我拒绝，还怕我不高兴。他需要我，真的需要我，不是被利用，不是被命令，是真的需要我。我要克制住，忍住。好。咦，这人怎么不顺杆子往上爬呀？不疯了呢？怎么比以前还要乖？他不会要变兽形吧？听说兽形时被触摸就会得到安抚，是真的吗？我带你去沐浴，沐浴之后再睡觉。我自己来吧。他真的好贴心。有事就按这个。他怎么不强行留下来服侍我沐浴什么的？你睡觉。我自己能走。但我想抱。这是怎么了？不想被抱尾巴也行的，我不抱就行了。你不是想看吗？狼耳真的会动，狼尾真的那么大，而且它这样看起来更像真正的黑狼了。微微，怎么了？好可爱啊！你怎么这么乖？你怎么突然？揉我的耳朵，抱我。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吧。摸兽耳的后果，微微，你会知道吗？微微，我没做什么，你放心，我会忍着。看这样子，摸耳朵对兽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事。状态很好哦，再这样下去，宿主很快就能突破 F 级精神力了，加油！我先屏蔽画面啦，希望宿主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苏南威，继续，我要获取精神力，我要寿命。我还
还能忍下去吗？你看什么？微微，我可以碰吗？碰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奇怪的感觉？耳朵？这也太神奇了！别怕，能收起来。我教你，想象它不存在。怎么想象？它明明这么大。看着。他是不是在反抗你？再来一次。轮到你了。我成功了！我再来。雌性在雄性面前化形，难道他真的愿意将自己全心全意的交给我？很可爱，很漂亮。他没关系，赔得起，开心就好。我昨晚怎么睡着的？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给你买了新衣服，快起来试试。尾巴好摸吗？走开！难以想象这是1星期前的那个枫叶，现在的我们竟然能这么和谐待在一起。你看我干嘛？才没有，谁看你了？嘻嘻，貌似收敛了很多，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早啊，宿主酱，让我来看看你昨夜有没有增加很……什么？居然才3天寿命值，精神力连 F 级也没达到。宿主，你昨晚到底在干什么？你别管，我自有安排。此后让我一会儿去第1星域的行政大厅看看，找份工作，顺便和他们培养感情。咦，这人今天怎么那么开心？不过这段时间多亏有他陪着我，我做什么他也从来不阻止，就是别指望他提什么建议，除了故意吃醋的时候。枫叶，你这次的假期到什么时候？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他又在脑补什么东西？不过那奇怪的占有欲我可是见识过。哼，等着总部消息。我是回来成婚的，结婚后按理说我不用再去前线，在家保护你就行。可来泽也不一样，他得经常外出作战，以后还不是我陪着微微的时间多一点，他是我一个人的。宿主酱，你真的不能再这么清水啦！你走吧，我们去行政大厅。哪位小姐您好，请您选择职业方向偏好，我们会结合您的精神力等级、社会关系网络与自身能力，拟定适配的职业清单，最终由您自行选择。糟糕，我根本什么也不会啊！南薇小姐，我是关于您这次职业适配的负责员，您可以直接告诉我具体需求，我会尽力为您匹配。我想要一个岗位，在阿德洛身边，或者麒麟身边。目前就这2个雄性对我的好感度最高了。这肯定是南薇小姐和兽夫们玩的情趣游戏吧？原来如此，不过南薇小姐，恕我直言，您如果想去他们身边，为什么不直接问他们呢？我也想啊，可我和他们不熟呀。苏南薇和他们压根儿就不熟，还都恨死那个恶雌了。他们那么讨厌苏南薇，肯定没人和我抢。从今以后也不会有人知道微微的秘密吧？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懂，惊喜。那我这边会帮您查一下阿德洛阁下与麒麟阁下的招聘权限范围内有没有适合您身份的岗位。请您稍等，如果有合适的岗位，我会尽量做到惊喜的效果。阁下，我的身边倒是缺一个助理，潜入那2位的系统，把他们的招聘权限修改一下，让他以为他表面上选了麒麟或者阿德洛，但最终签署协议的所有路径都回到我这里。是。我的小奴隶，你可让我久等了。还有这个狗皮膏药，也要送走才是。南薇小姐，我为您争取到了2个非常合适的助理身份。2个？是，一个在阿德洛阁下名下，一个在麒麟阁下名下，这可以保证您每日和他们贴身相处哦。
或许符合您的要求。凭南薇小姐的贵族身份，工作应该只是体验生活吧。等觉醒顶级精神力之后，她便会直接进入前线，定期为士兵们做批量安抚，为星际社会做贡献。如果我选阿德洛，会有哪些工作内容呢？阿德洛阁下的助理偏向对外行程、社交，还有各项财务资源协调。那麒麟呢？麒麟阁下的助理偏向于照顾起居，还有娱乐资源对接，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过去之后，谁真会指使您干活呀？我选麒麟的助理。好的，即将为您安排。怎么了？是联盟的来信，我恐怕得回去一趟。可我走了，谁来保护他呀？南薇小姐，岗位安排其实可以立刻生效。现在就可以吗？是的，这样的话，枫叶阁下就可以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小姐，那就请立刻安排我去麒麟阁下的身边吧。走，回家，去迎接我的小奴隶了。南薇小姐怎么可能是谁的奴隶？况且上次在法庭上也没有通过温思远阁下的申请。温思远阁下真是胆大妄为。这么大阵仗，一个小助理第一天入职就有这样的待遇吗？南薇小姐，您的专座已经安排好了，请移步这边。这是大厅的专用通行键，会直接将您送达麒麟阁下所属位置。枫叶，你先去忙吧，等到了麒麟那里，我再联系你。这些都是此后的安排吗？是的，枫叶阁下。此后交代，如果南薇小姐进行了职业申请，那么务必安排一些能够贴近那些未婚夫的工作。此后的安排，我定是放心的。麒麟的家在极昼庄园，不是星耀那里吗？应该不会错。南薇小姐，祝您顺利。谢谢你。7个月的时间，搞定7位未婚夫，还必须先把好感度提起来。加油吧！到了，怎么没有提示音呢？到了吗？醒了？不是文思远阁下，你怎么在这儿？我最怕蛇了，看着像人，可给我的感觉还是蛇啊！我不能在这儿吗？文思远阁下，之前毁了你潜心研究的成果，确实是我不懂事，冲动了。示弱？难道被他发现我的计划了？你一句不懂事就完了？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你的，只要你给我机会。他怎么和之前的苏南薇不一样了？是吗？那我很荣幸了。这么会演戏，肯定是麒麟那个戏子教的。既然你这么想补偿，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诚意吧。奇怪，怎么遇上这条蛇了呢？迎难而上攻略吧。怎么，后悔了？怎么会呢？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态度。那为什么不跟上来？来了来了。果然，作为星际鼎鼎有名的医学研究者，文思远真是有颜值有能力，就是太高冷了吧。哇，文思远阁下，这些书都是你的吗？他怎么不发火？怎么不暴躁了？反而有点可爱。喜欢吗？可以摸摸看。对，我怕什么？只有枫叶了解原主，其他兽夫和原主都不熟。为了做戏，倒不至于做到如此地步吧？不是您让我可以摸摸看的吗？毫无常识的笨蛋！怎么突然骂人嘛？跟我来。你每天住这里不孤独吗？不无聊？不是我，你这是要干嘛？你要把我关起来做研究吗？你放开我！